俄罗斯空天军在前线猛烈轰炸乌军，却遭到美国人的嘲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针对乌克兰军队在南部和北部两线反攻俄军的情况，俄罗斯空天军似乎又活跃起来了。他们对乌克兰军队的阵地展开了猛烈轰炸。然而，这样的作战样式却遭到了美国福布斯网站的嘲笑。美国媒体称，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阵地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似乎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换句话说，俄罗斯战机已经重返战场，但只是为了轰炸最近俄罗斯放弃的地面部队阵地，但不敢前出轰炸乌克兰军队的稳固的防线。在曝光的一段视频中，俄罗斯军队至少出动了2架攻击机，其中还包括1架双座型的前线轰炸机，对乌军的阵地进行了轰炸。与此同时，俄军还同时出动了1架进行战场评估的无人机。苏34和1架尾随的飞机在离地面不到1000米的空中飞行，投下了带有降落伞的非制导炸弹。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做了反击。在俄罗斯空天军出动的同时，有目击证据表明乌克兰的飞机也在执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斗轰炸机在较高的空中轰炸了乌军没有建立起防空体系的阵地，而乌军的战斗机则可以为其一线的部队提供近距空中火力支援。美国人认为，这种差异归咎于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最近得到了数十门德国提供的野战防空系统的支持，从而增大了乌军现有的野战防空火炮的数量。此外呢，乌克兰的飞行员已经从北约空军飞行员那里学到了新的战术。北约国家的空军会鼓励飞行员独立思考和行动。美国和其他的盟国提供的情报也可以帮助乌克兰飞行员对当地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出反应。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空天军的飞行员在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时仅限于预先计划的目标，因此在其空天军的活动中，战机基本上是不灵活的。他们只是将弹药运送和投掷到某些坐标点上，而不管在轰炸时这些坐标上到底有没有乌军。一旦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进入了该地区，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可能就会变得不那么有效了。那么美国人对俄罗斯空天军的评价到底准确不准确？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首先，美国专家的评述是存在着一定偏差的。俄罗斯空天军在出动前确实需要把那些主要攻击的目标输入火控计算机，而且在攻击的时候也主要是打击这些早就选定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往往都是固定的，比如说乌军的指挥所、后勤保障基地、防空导弹阵地等等。那么这些被确定的目标往往个头大，移动比较困难，只要突袭行动迅速，往往呢能够命中目标。那么打移动目标，可以说俄罗斯空天军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缺乏激光制导的空对地导弹，或者是红外电视制导的相关武器。那么美军所赞扬的乌军飞行员学到了西方的战术，飞行员在空中执行任务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地面目标发动攻击，但是由于乌军的飞机数量比较少，因此其效果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可以做出一个相应判断有用，但是用处不算太大，因为毕竟
乌克兰的空军目前相当弱小，那么未来俄乌战场上制空权的争夺以及对地支援的行动如何展开？双方还会有什么样的较量，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